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5月19号，视频来聊一下比特币 26K 波段稳住了没有，或者是下一个波段启动的点位，我们怎么利用这一个 QQE 指标来判断历史上它每个波段的一些高点或者是低点，以及也是有朋友在问比特币目前牛市还在吗？等下跟大家讲这一个比特币的牛熊线以及短线，前面在高位的时候不是跟大家讲上去是陷阱，下来是陷阱，但是最近下来的话，很多人又有这种心态，一看到比特币下跌就觉得比特币完蛋了。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是有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过的朋友，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把你拉进 VIP 组，上面有更多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个 QQE 指标，来聊一下重点啊。其实这个指标每一次判断它的高位的位置也是相对比较准，比如说比特币这一波从 15K 的底部一波涨幅到 25K， 有一次回撤以后，这一次的高点它 QQE 指标是在这一根我们可以看一下最长的这一根蓝色的柱状，其实也是在这个高位它其实后面的这一根，如果你看到它开始缩住的时候，有这种反弹的高位就要小心一点，有可能它还是会回撤。那现在低点回撤回来，我们参考历史上的一些经验，现在的整个 Super Trend 就是超级趋势指标，它的趋势目前是还在只是目前这个超级趋势指标是在走平，我们观察一下，有可能就是震荡。那这个柱状是不是在收缩？我们可以去回顾历史上比特币，比如说有几次高点的位置，大家自己去参考。像这种蓝色的高位，或者是像这种蓝色的高位，一般都是阶段性的高点，有可能就是一个转折，波段的一个转折。你有看到，如果第二根柱状开始收缩的时候，就要小心一点，有可能这个高位就是一个波段的转折，或者是这个高位就是一个波段的转折，因为它这一根柱状最高以后，第二根是开始收缩的，所以你要小心，有可能这个高位就是一个转折。那至于底部低点我们要怎么来判断？比如说在2020年7月份这一波整个趋势是向上的结构下，它这一根突破完以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后面是从这一根开始看到柱状在收缩，后面是缩到这一根缩到这一根呈现一个灰色的柱状的时候，第二根开始突破，那我们要知道有可能这个位置就是一个波段的转折，或者是还站在空方的那一些朋友就要转变思路，因为它在这个位置指标已经确定的告诉我们，它就是一个多空转换的位置，有可能像在这种整理的位置，很多人在看空，但是你看到这个柱状开始变灰，或者是开始转折放大的时候，这个位置就不要站在空方的一方。所以目前的位置我们看一下，它目前还是在收缩，我们要去留意一下什么时候会放回手，或者是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比如说更早之前比特币这一波的牛市一直在跟朋友们判断，目前的牛市很像是2015年整个比特币的底部整理完以后第一波的一个突破完以后，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在这个位置整理的区间，这整个区间有可能就是目前比特币区间震荡，或者是从 31K 高点压回来，在这个位置继续区间震荡的一个结构。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在这个位置整理的区间拉到一个波段的高位，这边开始蓝色的柱状开始收缩，我们可以留意一下前面2天有跟大家讲过的 MACD 指标，在周线里面这一根不是跌幅超过 10%， 它这个低点后面是都没有破过所以用 MACD 指标有可能也会提前。然后我们看这个 QQE 指标也可以观察一下，它是在哪一根，就是这一根是对应这一根但是低点也没破，柱状一直在收缩，第一次放灰色的时候是在这一根放完以后，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二根这个位置不放这个灰色，后面再来一根，这个位置再来一根，也就是这个位置，可以看一下柱状开始呈上升的结构，那有可能说明这个低点已经是支撑，就是已经确定，然后在这边重新整理的一个区间，后面最终突破的时候，整个柱状就是开始确定，多空不要再看得太空。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比特币当时从这个高位突破完以后，它在这个高点也是有一根最长的一根蓝色的柱状，也可能预示着
第二根开始收缩，就要留意一下，有可能也是预示着这是一个波段的一个转折的一个高位。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柱状开始一直缩到这个位置，前面不是有跟大家讲，这一根是 MACD 单周里面它时差的第二根位置，而且是跌幅超过 10%， 没有破。那利用这个 QQE 指标，我们要怎么去判断多空的一个转折位，就要从这一个 QQE 里面来判断。它后面是不放这个柱状，灰色的也不放，后面这边有一根红色，没有继续扩大，而且这个柱状又开始后面从这个位置开始柱状成一个上升的结构，特别是这一根第二根柱状比这个前面的放大的时候，那就要确定这个位置有可能就是多空的一个转折位，有可能比特币就是新的一波波段上涨就要开启。所以目前我个人一个思路，如果要做一些波段的交易者，现在高点，因为当时也是有一些程序的信号给出一些做空的信号，但是我个人也没有去做空，因为目前的计划全部都是在计划整个大长线。我个人的观点是，目前有可能就是在箱体震荡，有没有可能在今年的10月份？那短线这个位置现在是看到柱状一直在收缩，什么时候我们去留意一下它什么时候会放灰色的柱状，有可能说明这一个低点真的就是一个支撑区，或者是什么时候它柱状在放大的时候，有可能说明这个支撑就是撑住了。然后我们利用比特币周线的这一个牛熊线，就是现在它整个牛熊线20跟20的 EMA 或者是20MA 两条线，它是向上的结构，目前是又一次压回这一个支撑位啊。所以就短线来看，这几天也是跟朋友们讲，有下去你尽量要买啊。如果真的还有资金，目前的牛市是还在，因为这两条线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一下，2019年的底部，当时突破完以后，它也是会破过。不过这一次也是有跟家人们讲，就是这一波牛市它并没有像2019年上涨的那么急，而且它底部打的基础，我们可以细心观察一下，就这个区间哦，有没有朋友发现跟这个区间是非常的像？然后这边挖坑，跟这个 FTX 交易所这个位置的挖坑是非常的像，就是这个坑的位置，后面挖完上去以后，跟这个位置是不是很像？或者是这整个区间，其实我是感觉有可能很像这个位置，但是时间不够啊。时间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来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上面的套牢盘其实并不多。现在来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上面的套牢盘还是非常的多，所以也是跟大家讲，区间很像，就是这一个大头肩底的一个区间，但是时间跟这个位置不像。上面的套牢盘时间还是有很长的一片套牢盘，所以有可能目前会震荡很长一段时间，或者是有没有可能像2015年牛市压回撑这一个牛熊线的位置，压回或者是破这个牛熊线的位置，压回撑这个牛熊线这个位置全部都是再加仓或者是再加杠杆买入的一些做多的点位啊。然后我们来聊一下比特币日线目前的短线啊。昨天不是又打出一个低点，其实低点也是在4个小时里面布林线的下轨跌破的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位置，昨天不是撑在这个位置嘛？那短线这个位置现在是这样子哦。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有些朋友是担心这是不是一根空方吞噬，它是在空间相对的低档，不是绝对的低档，绝对低档要等右侧是不是那个指标出来之后，可能才能确定是不是这个就是绝对的低档。其实有些朋友也是在观察，目前的比特币现在是在积累啊，积累有没有明显的，比如说多方抵抗的 K 线？我看的最明显就是这一个，它是一个插针的 K 线。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4个小时有没有明显的多方抵抗，就是这一个区间感觉有一点像一个塔形，这两根是一个插入线啊，4个小时里面也是有好几组。然后量能其实最近也不是很明显啊，所以有可能目前还是在区间积累，包括昨天打出的这一个低点，跟上一次这个低点一样啊，
这个低点也是在波连线下轨，然后这个低点也是在波连线下轨，昨天这个低点也是在波连线下轨。要做短波的，有兴趣的也可以下轨做一做。至于日线现在是这样子，中轨还是向下，所以有可能目前还是在这个箱体区间震荡。然后这一根裸 K 的一些朋友也是在担心这一根 K 线会不会再下去。我是感觉这个位置支撑是非常强，或者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在10月份到1月份的整个底部区间，它这个积累的一个区间，有几次，比如说这个高位压回的时候，这边是有一根多方吞噬哦，然后这边是不是也是当时有一些人是讲这是一个空方吞噬？那是后面我是有跟朋友们讲过，就是它这个低点支撑是非常的强，最终这个低点压回的时候，这个低点是没破，所以目前的这个位置我们也可以留意一下，就是这一根插针的 K 线支撑是非常的强。反正尽量还是箱体震荡为主，多单的仓位就尽量给我抱住啊。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